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洪建义，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个好，大家好；右边为您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时事评论黄义中老师，大家晚安；资深体育记者陈凯。五个好，大家好。好，你一定现在还沉浸在中华队夺冠像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对，有很多人昨天来宾有讲嘛，有很多人不敢睡觉，怕那是个梦。没有，这不是梦，好不好？它是真真实实的发生。而且我们希望每一次，因为往后还有非常多相关的一些的比赛，我们希望每一次我们能够圆这样一些的梦。好，那要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些？当中华队昨天回来的时候，你也看到了，那包括所有的 F16 半飞啦，相关一些欢迎英雄回来。那今天呢，一样，今天有英雄谷游行，包括赖清德总统接见，一段一段的对英雄理当如此。不过一开始先让你看一下，看什么呢？还要再让你拉回到礼拜天那个晚上，让你再热血一次，看看整个比赛过程最精彩的几个画面。好，你看到这些画面，你大概还是一样非常的热血。那这个画面不知道已经是多少年来多少人魂萦梦系的希望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尤其经历过对这几天大家在讲11年前那一仗，一直到现在，好吧？那你说王子复仇不只是3年不晚，11年以后荣耀还是归我们。而这整个过程，刚才在播放这个过程的过程当中。黄忠，热血青年，请问一下，你刚才是什么？来，你知道我这2天脑子里面都出现那一首歌，5、6、7、8，安打 hero。他才刚回来，对，台湾雄鹰，不是你不要害死老灰啊，你才好。对啊，那老了我给你这样子。我跟你讲，这个嗨的情绪那一场比赛，当然我也在家里看嘛。第5局。当林家正那一支出去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小惊喜。我们先持得点，但是大家心里面还是觉得说，好，可能就是只是不是传统上我们要赢人家日本1分，凭良心讲，大家心里都知道太少了啦。当那一支陈杰宪那一支3分炮敲出来以后，我跟我太太变得很安静。我本来准备了咸酥鸡、鱿鱼，本来讲说今天就好好享受一个快乐的棒球的夜晚，就快乐就好。从第5局开始啊，我变得很安静，跟我太太2个都不讲话，我们就静静的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觉得有可能有希望，但是我们会怕，因为毕竟是对27连胜的日本，它不是一般的球队，是我们会怕，一直到最后那个9局上半那个双杀。幸福来得太突然，你知道，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尖叫，我们不能夸把赛劳呢，一日球迷也在那边掉眼泪呢。网络上那个吹的有没有？很多那个社区大楼有没有？全部在那安打一斗，你可以感觉得出来，社区都是住年轻人嘛，不是，就大家你知道那种气氛，你知道，好久没有这种感觉，那个气氛，对，所以难怪昨天他们回来的时候，有没有？我觉得我们总统做对，就是这件事情真的应该的，比照奥运冠军，对，好，没错。飞机回来，机长广播以外，我们的 F16，而且是用最好的 F16V。放半飞，而且用热焰弹。打完了以后，到了那个停机坪的时候，水门，我还跟我们家女儿介绍，这个就是水门。介绍英雄回来的时候会用那个水车，这个车进来，然后更不用讲，昨天桃机，还嘛是你今天会不会2个小时都在我脑子里面都是这首歌。那里面昨天桃机那个画面，就是整个虽然有小插曲，好像有点黄金之乱那种小插曲，但是瑕不掩瑜整个那个感觉。然后更不用讲今天下午的英雄谷，我们朋友的熊帮熊给我那个给提啊，我朋友就 po 照片说他在那边就是那个英雄谷那边，他也在那边给人家拍照，你就可以想象，我看到画面吓死了，你看这画面，我就以为就大家是怎么样，公司都不用上班，全部都在那边，是不是？但值得，就热血就拼这一次，我跟你讲这一件事情，这里面最感动的是什么？你知道？除了这个以外啊，我觉得我们那个斗志的精神，我们讲一件事，一样是回到礼拜天那场比赛，4比0的时候，大家记得吗？潘杰凯打了一个内野滚地球，又噗，小指都可以就是脱臼。我跟你讲，那一扑你不能惊起来。第一次看到有人4比0，还用扑垒的，你知道那是他那个斗志完全燃烧以后，果然也激励了我们的后援投手。所以你看，不管是后面的后援投手一球一球这样，所以我跟你讲，那个东西就是从一开始不被看好，就是惊讶的是小兵啊，
连那个海报，东京巨蛋的海报都没有出现我们的，有韩国，有美国，有古巴，有日本，为什么就没有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知道，小虎哥。你看，年轻人都会玩那个一番赏的公仔，隐形冠军。一番赏的公仔吼，你上面会看到那个大奖，对不对？最后那个隐藏版还是看不哦，所以它其实挺虚我们，因为我们是隐藏版。所以从那个海报就已经预言了我们会拿冠军。没错，所以它其实人家是很贴心，就是说这个隐藏。所以你看这个过程，就是人家讲真的是鸡蛋扳倒的高墙。那这个过程，而且我觉得最了不起的是什么？我们的风度。运动是一个运动家精神。好，比如讲。但这样我们赢了以后，好，那大家日本也就认了啊，确实我们是4-0，这个是赢得毫无侥幸。香槟传边边，好，开始啊，那小人的教练，龙猫教练讲，哇，这是人家的主场。好，要开香槟，我们回家自己开。我觉得那个风度，所以连日本人不是因为陈杰宪他们就觉得帅就没关系哦，他们是感受到说我们的风度。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这一次让大家从头到尾，从一开始的预赛到最后的决赛，我觉得那个感动是我们展现了一个国家的气度，我们展现了一个台湾人民的善良，我们展现的是一个国家我们人民的团结以及我们的友好。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过程，为什么大家主逃俄勒盖大吉？那不只是展现出热血的运动家精神，而且我们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就是一种宽厚、一种善良。别讲哦，我赢了以后，他讲赢叫跟赢嘴没，我们就是你叫赢，我要给你，但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因为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小小的过程，为什么大家觉得很期待？所以而且重点是这一批才24岁，就是全部里面最年轻的，所以。这个过去我们讲黄金世代，黄金世代其实是我们的教练团，王建民这些黄金世代。那以为好像过了黄金世代以后，台湾的棒球好像就是没有办法。不，经过这一波以后，我们整个人的信心起来了。下一次前进经典赛，赶快买一下经济条哦。我刚才拜托三公不要往右传，造成伤害。OK， 如果你把这份荣耀你再往前推的话，你还记得要到什么时候吗？1992是巴塞隆纳吧？对，我们拿到银牌，我记得是郭李建夫他们领军的那一仗。各位，那是1992年呢。巴塞隆纳现在是2024年呢，这等了多久？就像那部电影讲的，我们太需要一场胜利了。OK， 而这场胜利得来的一点都不侥幸，但过程当中也充满了谦卑之意。在那个过程，各位刚刚讲到香槟，你以为香槟是准备了2瓶、3瓶、4瓶、5瓶吗？没有，那个画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有几十瓶，整个一排看过去，全部都是香槟，几十瓶，但是摆在那个地方，没有人去动它。OK， 就这样，人家叫麦芽威，那个过程也让人家看到我们谦卑的风度。可是赢就是赢。刚才对，一中确实是看棒球的，他讲出了一个重点。陈凯一定知道，当我们赢的时候，那个时候突然大家会不讲话了。所有知道打棒球的人，那时候都会讲说，不要急，不要乱。一个一个抓，对，抓一个是一个，就算垒上有人吧，放掉那一个我就抓，就算丢1分你都不要紧张，我们还有一点本，但不要乱，棒球怕的就是乱。可是这一次整个球队完全不一样。陈凯，我们从当初最早好想赢韩国，从来没想过打日本可以打成是这个样，全职业队。我们真的做到现在，有人说好了，有人说我们制霸球场，但是话说回来，这个制霸我们希望能够一路往下，可是路还很长。对，其实这一次的比赛，那就刚刚一中讲的陈彦那球，你不要再提他的名字，没有，我跟你讲，因为我是属于比较冷静那一派的这样看，但是我第一时间有点眼睛花掉，因为看那球不见了，我以为是被捕手接到球，那种感觉啪一下，他挥棒好像有点那种挥棒落空那种感觉，因为我的感觉会可能很像，因为那条很快，结果那个球镜头一拉，拉出去了，哇塞！而且那个就一定是全垒打的距离这样子，就但是才5局才5局，后面还有4个半局，好，应该有5个半局，因为是5局上啊，5、6、7、8、9，还有5个，后面还有15个人次，对，还有15个人次。老实说，其实就是有机会，但是要冷静，后面还有，但是张毅后来投的非常好，投了那3局，老实说，真的是我真的就看到他最完美的赛，离他这些预赛投的都没有他这样投的好哦，直球、直插球、变速球，3个球都空，3个球种要投哪里，捕手林家正摆哪里他就投哪里，好，3局非常，因为他帮我们等于是7、8、9局之后7局也解决，8局陈冠宇，9局再要林凯威。老实说，后面你说日本打不到吗？日本不是完全打不到，其实还有几个球掌握的是不错，只是说最后没有串联，包括最后那个球的安打，其实那应该是个 two base 的安打。说老实话，本来有可能是没有人出去2、3垒有跑者，结果老实说，我们自己没有打跑，但运气其实也是有一些的。这个棒球比赛本来短期赛就是如此，当然对，所以在这次整个打的感觉就是我一直这样说，就是以这次中华队以
实力来讲。我不能说这是所谓的，我们每次说我们要组史上最强，史上最强。老实说，你没有一次可以组到史上最强，因为总是会有各式各样的原因。那大家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情况，有人受伤，有人考虑到其他事情，其实没有关系啊。我们一直都讨论，这讨论是团队。Yeah. 那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情况，有人受伤，有人考虑到其他事情，其实没有关系啊。我们一直都讨论，这讨论是团队， Yeah. 所以这是团队的时候，确实我看到这是团队精神，而且整个每一个部位，投打手3个方向都能够按照教练团的设定，教练团给予球员信心，然后球员自己本身也相信自己，然后再加上整个大环境，包括中华职棒本身这几年的投打的进步，包括整个后勤团队到位，我觉得差不多什么事情水到渠成了。但是就算是如此，我们一定拿冠军吗？我老实说我不敢讲，棒球比赛就是如此。我没有那么贪心，说每次我们都要拿冠军。我们拿这次等了30年，我们希望不要再等30年。但是呢，我们不太能确定说我们希望都拿，但是如果没有拿到的话，请大家也不要给他们太多的苛责。我一直是这样觉得，我们觉得内容比最后的结果我们当然都看，但内容也是很重要的。这是感觉起来就是我觉得就是所有的事情真的是水到渠成。就 OK。陈凯，可不可以请问一下，本来投手的设定，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次几乎都用车轮战？对，就是上去投，甚或我看到国外的球队还有投1个人次的换，因为一定会换，包括我打来或什么。对，张毅本来设定是要投3局吗？没有2局就可以，2局对不对？大概30球。因为当上去的时候，观众朋友，你只要长期关心棒球，你就知道，当玉米投了4局，张毅上来的时候，本来大家都在讲设定他投2局，对。结果他投了3局，他是撑着一定要投3局吗？因为你看到张毅讲，他很想要继续投下去，本来就是投5、9跟6，但他状况真的太好，我还是要说他的持球有151公里，而且内外角赛都很好，然后他的指插球就125左右，就是掉在膝盖附近，然后再加上他那颗变速球，对上左打者的变速球，其实也能够控制在腰带以下的位置。他3个球种基本上投手一个场比赛只要有以中继来讲的话，大概只要用2个球种就够，他就3个球都很好，所以其实让他换上来走，我一直要跟大家说，就这场比赛，当然我们是用了4个投手，而且现代棒球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不太希望说6局、7局这样投到最后第2轮、第3轮。现在不管是美国职棒、日本职棒，也都是给我们看，先发投手投球越来越短，但是中继花的负担就越来越长。所以你换句话讲，以前我们记得中华队有时候觉得说先发不太稳，我们会放双先发。你记得以前有时候你有经验说我们要放双先发怎么样？其实你回来想想看，这场比赛就是双先发。张毅其实当然他骑得比较慢，但是他也撑了3局，4局加3局。另外我还是要称赞说，前一天帮我们投球的，不管是先发陈柏青，他临危受命，临时被召上去投，没有，我们不能苛责他。再来后面的郭俊麟被打了，还是一直被打，你知道那种感觉很糟。后来我们才知道，后来我看陈冠宇跟他聊天，他说郭俊麟说我在日本职棒打了这么久，我没有投过东京巨蛋。哦，你知道吗？他在那时候，因为他那时候在日本，他没有投。他是西武嘛？他是西武，对，联盟不一样嘛。第一个是联盟不一样。他说，大家都觉得应该你在日本履历那么久，真的他没投过东京巨蛋，但是他第一次投，然后就被打成这个样子。老实说，我那时候觉得，因为其实他是该换的，可是为什么不换他？为什么让他投了50几个球，他投了撑得快40局？为什么？因为我要保留后面战。对，那后面真的包括后来江国豪什么，好，这我就觉得说，其实这就是一个团体战。我们没有说只有胜投的选手，只有在胜利关键的时候我们才给他支持。整个代表团里面每一个人都给他贡献。后来李岳皮也说很对不起这几位在半局好像等于是出来投消化式的那种感觉，因为可是有你们的付出跟贡献，我才能保留最多的战力去面对那场重要的比赛。所以我讲这就是棒球，就是不是看一场比赛，也不是甚至于我也觉得棒球比赛也不是看一个杯赛而已。我也不会说因为这是杯赛，如果说得有打预期，我会说你们就打不好。我觉得就是看后面的努力，就是只能说就是说这次刚刚好，我们所有的运营都到位，都到位之后呢，以后希望能够持续。资源继续给的话，希望他们能够打出一样的内容。但是结果来讲，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现在也不是打了世界冠军，我们也不是世界第一。我们很老实说，我们不是世界第一。我们现在日本就跟正好的龙猫讲的一样，他就说你现在其实就是缩小跟日本的距离，缩小不是平行，也不是追上。好，这个我们还有很多要努力。我们以前2006年铃木一朗记不记得今天讲话？他说要让韩国跟台湾30年内追不上日本。我们现在至少赢了1场球，至少先赢1场嘛。我们追不追得上再说。是，至少中断你27连胜嘛。对，我们现在要连胜。但你觉得日本就会这样善罢甘休？当然不可能，不可能。他们一定会检讨。我觉得整体来讲，日本可能跟我们打20场球，我们大概就赢这一场。我们不希望再等20场了，我们是这样讲。但是这一场比赛会也让日本跟韩国其实都会在想说，未来对上台湾的时候，他的不管是投手所有的准备。
要更努力，大家才会一起互相求进步嘛。OK，你有没有看到媒体上报道，当日本输了这一场以后，第2天开始，日本就已经开始做出他们相关一些的因应，对，包括该换的人，包括什么，你就知道对他们来说这一仗为什么会输，可是就是输了，他们已经开始做相关的一些的因应。那对我们呢，当然，我们现在还沉浸在冠军的一个喜悦当中，不管是英雄谷游行啦，所有这些，但我相信所有的球员、教练，所有这些心里也已经有谱，因为包括明年2月开始就有另外一场的球赛，我们就要开始做相关一些的准备。但是好歹让我们先快乐这几天，好不好 ？OK， 那在今天，你看到赖清德总统包括接见所有的球员，然后在过程当中，从昨天一直到今天，陈杰宪那在飞机上的时候也发表了一些感性的一些的言论，所有这些让你先看一下，包括赖清德总统还有陈杰宪来。各位台湾英雄，大家好，我是资深球迷赖清德。恭喜各位缔造台湾在世界12强棒球锦标赛的最佳成绩，载誉归国，你们是台湾的骄傲。好，想请教队长哦，在轰出3分炮之后，用食指跟大拇指在胸前比一个东西，想请教一下，就是揭秘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谢谢。当然嘛，就是我们代表了台湾，然后是台湾的骄傲，在这么关键的时候。能够击出这么关键的全垒打，对我来说是很振奋。然后，当然那个手势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是从台湾来的选手。谢谢。好，这个还是要问热血青年黄忠，为什么比那个手势？来，这个吗？不是这个，对，哦，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来，对，这个就是潘杰凯选手的这个动作，就是他穿的这一件 T 恤，就台湾的 T 恤，这是他事先那个会长，这是会长做的，对，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他那次红不让出来以后，就这个动作，对，那这个东西其实大家看得懂的，就是一方面是会心一笑，一方面也觉得有点感叹呢，就是说会心一笑懂的就是说他在比台湾，他打红不让比台湾，那觉得感叹的就是说，如果你去看其他球队哦，每一支球队，他这边中间都是写上他们的国家。Japan、什么你就想得到，但是偏偏我们就因为卡在那个奥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没有协定。对，所以其实大家其实就是看得有点心酸酸。但是我觉得更了不起的就是说，即便是这样子，但是他就是冠军。最后那个会歌出来的时候，你可以说是国旗歌，可是会歌的时候，全世界都看到。12强经典赛，台湾 Team 台湾冠军。OK， 所以你现在知道这个手势，我相信以后大概到很多地方，你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手势。对，看得懂的人就一定看得懂。第三，看得懂对不对？对。就是这个手势嘛，对不对？是以后我们在国际场合里面可能会常常出现的手势。因为台湾不管叫你认同叫中华民国或者是叫台湾，这2个名字都不会出现在任何的我们的服装里面。那为什么？因为中共打压。那我要讲的是说，棒球为什么是所谓为国球？就是因为在1970年代、1990年代，这个所谓的少棒赛撑起了整个国家的民族自信心。在少棒得比赛的时候，就跟现在黄一中讲的，全社区都在哎呀，这回到20年前，我们现在要从少棒那时候开始讲吗？我当然不是，应该这2位讲起来。上公跟他们2位讲起来应该比较跟许金木的战争，哎呀，有没有？他们也办过游行啊，也办过游行啊。对，南王国小球队的年代，1999年，我要讲的是说，之所以那20年少棒赛得了17座冠军哦，那撑起整个国家，因为我们1971年我们退出联合国，所以我们的国家的名字不再能够出现在国际场域里面。但是这些少棒队不断的打冠军，所以让我们有这个国家在世界上发声的机会嘛。所以为什么棒球这么让人家喜爱？就像新台币一样嘛，连新台币这个南王棒球队是1999年跟1998年得到世界少棒的冠军，那印在新台币里面，为什么？因为2000年发行这个新台币嘛，那500元的新台币嘛，所以这个整个棒球会成为国球，就是我们全国不管是政党或者是蓝绿或者是年纪，包含是那个我说我的史豹鹰的球迷啊，史豹鹰已经不见了但是我们还是球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整个国家认同，我们都说啊，运动场叫不流血的战争嘛，那所以整个国家认同要怎么去凝聚一场棒球赛的胜利，就让全台湾可以凝聚起来。哎，这比奥运还夸张啊！奥运我们也得到很多金牌啊，英雄谷也没那么多人啊，哎，转播也奥运转播3点多趴啦，有台转播9%，哎，开玩笑，千万不要这样。还有到
它还有到16%，对单时段的还有到11还是12，因为2台在播嘛，对，因为有2台在播。有多少人还是不看电视，到现场去看那种直播大荧幕的？台北、台中、台南各地都有在办嘛，运动餐厅都买了，很多人还直接看网络上面，也不看电视台的，所以整个全台湾都在关注这场比赛，而这一场比赛让本来不被看好的。代表我们的勇气，我们的努力嘛。那不，我们大声讲不出来，表示这个动作，讲出台湾，喊出台湾。为什么那么多的国际比赛，我们球迷都要大声喊台湾，台湾，台湾，挺台湾，挺台湾？为什么？因为我们没办法在正式的服装、正式的所谓的文宣里面看到台湾的国家名字，所以我们必须大声喊。而一场比赛的冠军，让全世界又再度看到台湾嘛，所以台湾非常需要这一场比赛冠军，因为我们要证明我们不只是棒球可以得冠军，在各个领域台湾都可以拿到冠军。OK， 刚才讲到说，其实的过程当中，那陈基宪台湾队长在回来的飞机上面讲，这代表从今往后全世界都会看到台湾。OK， 那这是非常让人感动的。如果真的讲的话，易善刚讲到一段，为什么会变成国球？因为这是一个团队的运动，所有这个运动把所有国人的感情纠结在一起，你不会认为说这里头要有党派的问题，要有颜色的问题。我看这大概是最能够团结台湾人的一种运动跟模式吧。如果真的要讲，对，那上空他们不愿意讲出那个年纪，我来帮他们讲。以前讲少棒，那个时候确实我们需要自信，我们需要让大家知道说，对，那时候讲中华民国还在这 ，OK， 我们也能够走得出世界。少棒如果讲那个时候的话，从最早，好不好？最早红叶。我们需要让大家知道说，对，那时候讲中华民国还在这 ，OK， 我们也能够走得出世界。少棒如果讲那个时候的话，从最早，好不好？最早红叶、金龙、西湖、府城、华新、美和，后来还有埔子少棒队，然后接下来就是新一批的，包括南英、高苑、古堡，这些大概都是后来平镇。这些大概就是现在的很多，像譬如说玉米就是古堡出身的，对，很多这一类的一些的出身的一些的球员，你会发现台湾这样一波一波。那时候在威廉波特打少棒的时候，每家每户是晚上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时差问题，那个时候有在家里面先去准备面包店去买面包，然后熬夜看电视的，请举手。好，你就知道年纪了，好吧？这样一看就知道年纪。不是每个家都有电视哦。对，你还要到别人家嘛？还不是你看的隔壁，看到隔壁看，很多家是聚集在一起看嘛，对不对？啊，直播派对，我跟他一台，规整套拢屁啊，对不对？是不是？我是听我妈妈他们说的，那个过程当中是这个样子，你就知道台湾就是靠这样自信一步一步的打上来。所以阿淼，你到了现在看到我们讲以前凭良心讲，我们打棒球在国际之间，刚才为什么讲说到第5局的时候，陈凯跟一中都还讲说大家心里的忐忑。我讲过嘛，你老是觉得我们1分守得住守不住，人家得1分你就老觉得赶不上。但从今天开始，我觉得这次比赛有一个特色，我们摆脱那种悲情的感觉。刚才一中讲的也是，本来就是享受一场快乐的球赛，可是快乐以外，我更希望能赢啊！现在我们感觉让走出悲情，所有这些尤其打完雄用这些所有的人让台湾真的走出自信啊！我这一次看这个12强赛其实看预赛第1场的时候，看到我们对韩国，我就已经觉得很满足了。因为你怎么想到对韩国单局有打2支全垒打，还有1支满贯炮？那以前我们看我们国家队的时候，哪敢期待这种事情？对不对？我以前看国家队，我相信资深球迷都知道啊。很多时候，这个一垒上有好不容易跑者站上去之后，教练就开始变魔术啊，要叫第3棒、第4段短打啊，然后弄了一大堆，最后呢，3个出局啊，换局了。就是我们完全不敢想，就是好像做梦哦。以前我们这个球评有一句名言啊，说好想赢韩国，真的就差那最后一颗球，那最后一个出局数，那心里感觉难过。可是我们预赛竟然哇！不止自己单局打2支全垒打，我们还封锁了韩职今年的 MVP 金岛勇。我们封锁他，我们投手群封锁他，这怎么敢想？对不对？他每次上来打击，大家心里都觉得很可怕。对。但是竟然任务达成，
所以我说，其实这一次整个赛会，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倒不只是那块金牌，而是我们棒球国家队已经从我们以前看球的那种悲情世代了，整个的精神气质都不一样了，已经进化成自信世代了。你看，我们其实，在每一场比赛里面，我们的打者其实都很自信的出棒，对不对？不会说什么就是为了想要碰到球，然后就改变他的打击姿势。我们的投手更厉害啊！我看这一次的这个日本国家队，因为这2天他们一直被媒体采访嘛，然后所以日本的国家队的教练呢就有讲到一个我觉得很讶异，他说他们其实在冠军战的时候完全准确命中我们投手的顺序，就是林玉敏，然后后面的每一棒上来，他们说他命中了，可是他们的打者还是打不到球。是啊，为什么？因为他发现说我们的投手非常自信的攻击好球带，用自己擅长的球路攻击好球带。过去我们看那国家队比赛，有没有巨投、明投都有，可是我们的配球很保守，不是内角低就是外角低，然后投不进好球带，累积一堆坏球之后，我们的先发燃烧手臂，到了这个100多球不得不换，中继换上来一局爆，竟然看到这样子的状况啊！可是这一次，我们的投手竟然都这么自信的，每个人知道自己任务在哪里，然后达成这个任务。那我们的打者呢？其实我觉得陈杰宪呢，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一直带着笑容。我们狮队有一句话说只要陈杰宪还在笑就还有希望。球员这样讲，你知道吗？不管那比赛领先还是落后还是怎么样，只要陈杰宪脸上还有笑容，整个休息室的气氛是好的嘛。我们都相信说。因为棒球它的运动的特色在这里，不到第27个出局数，永远都有变数。所以有啊，11年前就是啊，对，11年前就是啊，不到第27个出局数，而且就差那1颗球，对，那个隐恨的心理真的是啊，对，那就现在是我们可以自己有自信说就算暂时落后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追，有信心追，因为我们正中棒棒都可以开花，棒棒都有能力打安打，甚至全垒打。以前都要靠陈金锋靠锋哥不然重复几个人，或者大家看到又是高志刚，然后心里很感动这样。可是这次1到9棒，还有包括了后来换上来的所有的 DH， 每一棒都是强棒。所以我觉得最厉害的是说，经过了这10几20年，我们的奋斗，我们的精神气质完全蜕变了。然后你可以看到说，我们的职棒其实。看以前那么多这种假球案黑暗时期看到现在，其实心里真的是感动。这次代表队里面，你说日本是全职棒明星队，我们台湾也是从6队里面找出好手来。我们这次能够拿到好成绩，绝不是侥幸因为我们能够赢了古巴，赢了韩国，又赢了日本，这跟我们的职棒已经是世界前4的水准，非常有关系，一定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相信台湾真的做得到。以前我们说。相信台湾可以玩疯日本拿到世界冠军，很多人一定笑嘛，说爱做梦嘛，疯了嘛。可是我们真的做到了。那这种大家相信我们可以做到，而且团结一心的精神气质，我觉得是这次这个国家队带给台湾最重要的礼物。OK， 陈凯为什么？对我因为刚博雅就提到说，其实我们这次的真的打击的感觉不一样那我一直说，这是为什么？我们的投手其实很敢塞内角球，其实有球速，第一个有球速，你有自信心内角球就是怕被人家一拉出去。就出去了。那外角球的话，就可能他推打，可能另外半边反方向可能还不会飞那么远。那就是一种比较没有自信的那个感觉。但是第一个我们球速有的时候你也敢删掉，然后。捕手也敢配，不敢配，然后捕手告诉你不要怕他，你不要怕他打，你其实每一个球你该投鸟就投鸟，你砸到他，只是吓到他都没有关系。这场比赛里面，其实每个都看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们在投手群里面最急的就是他们在配球部分更灵活。你敢配，因为你外角球你一直配外角，到时候人家也知道，人家就是越站越外面，然后这是把他逼回去，然后逼回去之后，我们这次其实看林家正的配球，你会觉得，我们现在得搞清楚原来配球是这样配，原来一个球是要有高低的搭配，然后快慢球的搭配。我前一个球也许是坏球，也许看起来还要打到他，也许都要挖地瓜，那是有目的的。那每一个球就是配球是一门艺术，你就觉得原来我就看小原来他这样想。那其实如果大家愿意去看棒球的话，其实棒球的配球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你看
你猜打者怎么想，你去猜捕手怎么想，然后呢，看看跟你的想法一不一样。当然了，我们都是外行人，说实话，我们跟真正的投手，我们是外行。可是你看这次你去看到他们，像林家正他还说，我们其实当然棒球也逐渐在进步，就是说现在也允许这个捕手去佩戴各种电子产品，或者说像这配球卡的东西，让比赛投打更好看。我相信这是棒球的未来是一个以资料棒球、野球棒球我们来做的事情会越来越多。那这次我们也确实发挥，包括禽收有这个资料把你禽收做得好，你才可以往下做。所以刚陈凯讲到了一段那个配内角球。陈杰宪打的那一球是那个3飞弹，对，各位你看陈杰宪，你等一下如果我们旁边放，你再看一次他打的那个姿势，球就是塞在他的内角，整个一棒捞出，那球只要一碰到的感觉，大概场上心里都有谱。五哥，我跟你讲，其实陈杰宪今年在整个在中华职棒自己的禽收分析里面，陈杰宪的打击率的9宫格里面，他打击率最低的就是内角，他其实那个是他最不好打的位置。其实老实说。对手也知道，其实日本有做禽收的，日本一定有啦，对，也做禽收，然后他知道他的对速球控制，其实151是有机会的，因为内角球比较快，反应时间比较短，但是呢。就是被他捞出去了，那个球就是不见了，不是在捕手手上消失，是在观众席里面消失。结印有效，我就觉得结印吗？那是因为结印吗？他这个状况非常好，他状况非常好。那就是短期比赛里面，你就是需要状况。陈志老师说，今年经典赛，我说我们张育成状况不好嘛，状况也很好。可是当然，一个人的打击是不能够完完全全的 cover 整场比赛的胜利，所以我们以前都期待张育成、期待陈金锋、期待彭政闵，对不对？我们期待投手，我们要有杨建民，要有杨建福，或者甚至上一次的张毅，我们都是需要，就像刚刚阿苗讲的，我们都是希望一个投手超好，然后压制，然后呢再靠打者神来一棒，关键一击，然后最后就赢个1-2分，小比数、小分差的比赛，我们才赢球。那这次我们感觉就是像讲，整场比较好看了，我们看起来轻松，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打，我们也可以打，我们就不是打不回来。那你看前一天比赛输球没有输球，从0-4打到3-4，3-4变3-7，3-7也不变5-7，5-7之后变6-9，我们一直丢分，就是投手就是一直丢，状况真的是不好。可是打者一直分数回来，到9局林安可还打出来成绩。那你就看到他其实是我们的在整个的对打者，我们这次的比赛因为9场比赛打了10支全垒打，10支全垒打是9个不同的选手打，我不是靠一个陈金锋一个人夯3-4支我们是每一棒都有机会一棒捞出去，不分前后段棒次。好，那如果观众朋友，你从今天开始，你从一日球迷，肯定你会变成很喜欢棒球的球迷。告诉你一个看棒球有一个点，就你只要看分数，不管是怎么样，你只要看打击者都打得到球。礼拜天那场我看的时候，分数前面大家一直是0-0嘛，一路咬着。我那就讲说没关系，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都打得到球，只是落点不好。跟得到，你知道落点有很多时候，当然，对职棒选手，他们某种程度是可以控制，只是人家那个球也在飘。那你只要打得到球，只是落点不好，那就不怕，表示我打得出去，而不是那种站在那个地方，连球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就下去了。对，当你看到球打得到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心，那一定都会后面有局数，好吧？可是整个过程到现在，你不要以为是我们自己在讲自己好棒，就搞什么没有，小兵是不是我们讲嘛？国际媒体好，日本说我们是历代最强，日本国际赛27连胜被我们中断。巨人 OB 说棒球最可怕的地方在这，那被我们超车。韩职的投手只有日本2军水准。日本媒体说韩国强棒时代结束，韩国的意思是我们觉得很强的。然后好，这是刚才讲香槟的那一段，对，那一段是表示了我们台湾人就算我们能赢，但是我们不会让对手觉得难堪的那一块。韩国是过程当中，这讲的是韩国啦，日本讲说。反观投手丘插旗的，讲白了，他讲的是韩国啦。讲韩国，因为我们的这场打赢以前，日本的车尾灯都看不到。那韩国在近年来打棒球，他赢我们27场，我赢他16场。可最近的2-3年，我们4胜2负又赢他了。韩国有一点僵化，韩国还是比我们强。比方讲，不是我们也不必一场球很开心。棒球最迷人是什么？你知道吗？强队不见得赢弱队。韩国还是比我们强，比方讲，不是我们也不必一场球很开心。棒球最迷人是什么？你知道吗？强队不见得赢弱队。今天经典赛，日本人常常赢大联盟，赢美国。可是你信不信啊？连打7场，美国会赢，美国绝对赢4到5场。你有大谷，你有大谷翔平394也一样啦。你大谷翔平不可能，你投1要休5嘛，对不对？好，我们跟日本打10场就赢1-2场，怎么样？就是这场我们赢了，就叫世界冠军。不，我们不必去夜郎自大。好，然后呢？胡志强选举有一句话，叫做他选台中市长的超高赶北。我们现在有这样好的基础之后，政府愿意支持，总统也是球迷，对不对？我觉得我们中华棒协要再造跟职棒合作，然后那叫做超韩赶日。
我们会赢韩国机会大了哈。那韩国讲说我们不再是必胜，他们必胜的球队对台湾的时候嘛哈。我先把这个分析一下哈。那两个今天投手占了70%的胜负，那张毅跟这个林玉敏投了7局，一个4局，一个3局。我先讲林玉敏，林玉敏是左投，左投是什么概念？他可以投出148到151的直球，这个左投就比右投厉害这个5公里，就一样的球速，他就比较厉害。他投直球，他要投少10公里的变速球。他会投120几公里，左手你知道那种好像从外野这样进来，你知道那个进来那种慢速曲球，那快第一个快慢，第二个他塞的那个球准，那捕手要他怎么塞，他塞得进去那个点啊，捕手就是指挥官，就跟篮球那个控球员1号球员是一模一样。啊，第二个张毅的球重，转速快，然后重就打不远。以前有个叫杜福明，你还记得吗？他球很慢，你也打不远，可张毅球是又黏又重，转速又快，然后这个很难打。球重的最有名的就是王建民啊，说他的声卡球，人家形容打到他的球跟打到保龄球一样。他这样坠下来，他也高，他196，他那球下来哈，那真的是重。声卡球就是重，可声卡球三振不了人，他会打到内野造成双杀，对啊，就内野的9号。所以这两个就赢了70%，这两个完美。后来救援4个投手，那为什么会赢啊？因为啊这一次。因为你不要看哦，到了2A、3A 的洗礼啊，还是很重要。还有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职棒的再造。球迷也进来了，也洗刷以前那种打假球的那种阴霾哈。我们为什么打日本、韩国的球不怕？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长期的对手就是中南美洲来很多的那种投手，他们球就是轻易超过150，球又重。你碰到他打习惯了，就如同我们为什么要打篮球开放老外。你碰老外70都不怕，你到亚洲杯你就不怕了，那叫做运动强度，你知道那个感。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这次啊叫做大教，赢的时候叫大球员，就民族英雄。可是打以前呢，没有特别厉害的，我觉得张毅算是没有特别的明星球员型的，所以是一个大教练，而小球员的态势。对，而且我不再迷信这些球员，我征召了几个条件：第一个，你1秒答应我才要你，没有那么多特别大牌的，第二个教练呢，真的除了勤收24人花了1000多万，这次2个教练呢是幕后英雄了。当然教练团都很好，打击教练彭正明，特别是牛棚的救援投手教练，我叫王建民，他打过大联盟2年49胜，他还是喝过洋墨水还是强。你知道看过那种，你知道火星都登陆过了地球，哪里跑不到？这是一个大的运动的概念嘛哈。所以这教练分工是好的。还有一个很秘密武器，2个秘密武器，就是那个小抄啊。因为我们勤收了以后都知道，就是我们跟那个投手讲说投什么球，那因为你是没有特别大牌的投手，他都会听捕手的，那都听捕手，那就是上下一心的大概念，大团结的 teamwork 的概念哈。那他跟你讲说，他就叫你投什么球，然后因为打者的死角、打者的配球，这次也做得很好。还有我们去找那个投球练习器，那个投球那个投球发球机，那个。比日本、韩国投手，多调5公里，155。那所以你打150我就不怕你，你来我就不怕你。以前我们很怕150以上的速球，所以松坂大辅那时候150，我们几乎摸不到球，因为我们很少这样球速的球员。我们现在投手球速快了，150很多。大概一般我们的水平，我们台湾的职棒大概平均球速投手主力投145。日本150，大联盟155，就是差5公里，球速就是实力。你不要说差那5公里，差很多5公里，就是连眼睛都还没眨一下，他球就进来了。那最后我讲了一句话，就是接下来是要再造棒球哈。财政部跟现在叫体育署，以后叫体育部，在进头把它升格嘛。第一个体育署大概100多亿的出头，到体育部就250亿到300亿，那钱当然有钱的嘛。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叫做职业队篮球啊，特别是棒球哈，能够让他们的折税现在很复杂。大概我去问过那些老板，大概折30%，可不可以我投钱下去？那我这公司获利折税折80%，那我们的球员就动不动都领几千万台币，不管篮球啊，不管棒球，那然后更多钱，更多老外会进来，那更强的投打练习的对手，那我们的就建构，这叫基础。我们到了经典赛或是以后的12强，那还是金字塔顶端的概念，叫世界真雄。所以这一次啊，以后我们不用担心这个我们例行赛哈，
这个大巨蛋不会满了。可是拜托，就是除了统一，好，除了这个兄弟以外，明星球员代表职棒的生命的一切。就是明星球员长得帅，实力好，所以让这个球队能够平均。都一样强 ，OK。除了好看、观众、票房、国际赛，那是要放在一起谈的。OK。您刚刚听到的是在国内篮球三分纪录的保持者，那篮球打得非常好的钟小平为您分析棒球这一块他的一切的看法。但你不要讲，因为同样是运动员，你知道对，而且知道说哪一些地方会对于国内这样的一个职业环境能够补强的更多 ，OK。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上钩，大家现在一直在问的一个，还记不记得他们在过程当中？有一个画面很有名嘛，然后恰恰不是拿着一个板子，所有的人大家都在讲说那是在点饮料吗？还是在点什么？对，其实那个是我们花了非常多的功夫。跟他讲这一次情搜非常重要嘛，情搜以后，配球皇帝林家正才知道说这个家伙到底是什么，然后大家应该怎么样，包括所有的人他们投打之间是怎么样，那个情搜非常重要，这一次绝对功不可没啊。那我们禽收总共这一次禽收团24个人嘛，花了大概1200多万嘛，大概其实这一个禽收不是只有一开始就打球的时候去各队啊，其实禽收一开始就对组队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收集所有旅外，包括林家正的资料啦，什么就已经开始在收组队过程。当然，他们24个人分了很多小组，大概。就是去各地看比赛，甚至于说我们这边在一组在预赛 ，B 组在预赛，他们也飞到 A 组去观察 A 组的球队的状况。所以你看林家正的时候，有时候他在投捕之间，他的那个还会翻一下资料哈，太多了。好，他会翻一下资料。他们在找球员的时候，一看到林家正，是不是讲这个一定要选，因为有皇帝命啊？没有。因为他长得就像真的吗？大家不都在找他有古人有皇帝像，比较说是因为要跟玉米搭配。是要跟因为他在美国来山呐，都来山呐，因为他们两个在杭州亚运的时候，都有打过了 ，OK， 他们就是同一个有代表台湾那个杭州亚运嘛。其实那24个人主要。你说统筹是陈瑞昌，他是兄弟队的以前的捕手嘛，他有职棒经验哦。其实还有一个值得提的是陈俊明，陈俊明是中华联棒竞技组的组长，他们就是专门在做什么，在做记录，在做分析记录的。所以他那个成员里面24个不是说随便你会算数字就叫来的，不是哦。你像其中一个徐乐是卓健运动数据执行长。他以前也是打那个棒球，他打非职业的棒球，他还参加过中华职棒选秀，他放弃那个建筑师不干的，他就是很热爱棒球，他现在就是在搞大数据的，你看他也在里面。当然，大家就在谈那个吴森峰，吴森峰是合库的球员嘛，他以前也是航员，他也是球员，他是球队出身嘛，他也代表国家队打过，所以。你注意看这几个人，陈宇勋，你看政大，财政系的，也都是喜欢棒球，也都打过棒球的。他们这几个，你算一下，光你比如说方逸生，他以前是政大也是棒球队的，他也是财政系毕业的。你看他们里面，不能说学校都很好哦，当然学校都很好，政大棒球队很厉害，里面还有台大的。里面还有台大的那个打棒球的台大棒球队的，对，他们都进来了禽收队，他们就是对棒球的了解程度要有一定的了解程度。当然，你还包括说什么邱汉义，他就是竞技组里面的顾问讲师，你看这一些人，他都是专业。刚才也有谈到说林汉嘛，林汉他以前也是合库的选手嘛，他也曾经是中华联盟里面的代训员嘛，所以你看到他们就是说，他们对棒球的知识，还有一定的知识，而且他们是采取分组，我想他们应该是有。捕手、打击什么外野去分同一组去观看所有，因为你看到的队伍才能是全面性的。我觉得这24个人1200嘛，其实上一届经典赛就有这个组织了。其实一直都在做，他说一直都在做了，只是说
它的人数规模，其实上一次经典赛的金额也不少哦。你不要讲，上一次经典赛我也只能说非战之罪啊。是啊，因为我们是打到，还记得吗？我们前面一直是分组。我们一直是排第一，打到最后那一天是跟古巴吧，输给古巴就输古巴那场以后，我们就从分组第一名变成分组最后。所以这次比赛有人讲说啊，赛制我们也占了一些便宜，或是怎么我们输的场次比日本多，我们拿冠军。我讲赛制又不是我定的。所以这次比赛有人讲说啊，赛制我们也占了一些便宜，或是怎么我们输的场次比日本多，我们拿冠军。我讲赛制又不是我定的，他赛制就是这样啊，积分前2名打冠军。要不然的话，经典赛对我们也不公平。我前面一直是排第一，打古巴我不过输1场我就变最后，然后我下一次经典赛我还要从外围开始一路打起，我多冤枉啊！就明年，对啊，我多冤枉啊！就明年暂定2月啊。资格赛的总教练还是龙猫哦 ，OK， 今天宣布了嘛？就2026的总教练再说。那2025还是龙猫嘛？我相信看到的是过去啊，那个应该都知道，过去啊，国际棒协跟职棒总有一些摩擦哦，因为职棒进入了赛事以后。要调球员，职棒球员，你就看到那个职棒联盟啰里啰嗦怎么样？但你这一次看到了辜仲亮，看到了蔡其昌，你看那个一起的合作，这边去借 IP 曲，那边豪气的用他最你是幕后功臣啊，这两位啊。我说辜仲亮很高调是，但是他的高调。是用他最拥有的筹码去支持中华队，我们坦白一点，就这样，就这样嘛。然后我说一个最低调的，就是因为你在休息区看不到的，就是镜头只有扫到牛棚你才看得到的王建民，所以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金牌战的第8局，林凯威在练球的时候，第8局准备第9局的时候，那个镜头扫过去的那个王建民。你就看到王建民，当然这个美国职棒大联盟那个高压力的比赛，心理素质，你说他对球员的心理建设、心理素质有没有帮助？因为他的心理素质就强嘛，所以你看得出来不同的，就我们有非球员，但是很高调，但是他却可以让球员信服，就是用他最拥有的筹码去支持这样的队伍，却有人很安静的在那个牛棚里面去支持，所以你看得到的是一整个团队的努力的过程。我觉得这一次是不仅是教练团28，还有禽收，还有那些代训员，整个营养师等等，一个集合体，超过100人的一个集合体的表现。那要这样干什么？对，没有我比如说像张老大他讲的，就是说禽收这一部分为什么这么快？因为今年的第一个是。时间很长，我们从年初就开始做。有一些国家其实是多米尼加或者波罗，他们是冬季联盟在打，所以我们其实在今年现在11月嘛，是2、3月他们就已经在做。那有画面看画面，那没有看画面的，其实就是有的时候真的要派人飞过去哈。那因为因为这个12强比赛，因为有大名单，各队会只发大名单，第一发大名单有80个人，也就是说你不要看是最后是28个人，没有，我们做禽收不是做这上场的28，是本来已经做好了，什么60、70个人已经准备好了，我不管你选哪一个，我都有资料在，这是一点。那再来一点要提禽收这件事情，就像刚刚张老大，其实我们有一些像专业的，像瑞昌教练啊，或者像吴森那种专业的啊，那你看球种没有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这几年所谓的讲资料棒球这一部分，我们台湾最近在讲大数据资料分析，其实这部分蛮就像徐乐他当然有棒球底，可是他基本上他就是跟着这个就是有数据收集这东西，就是这次的禽收里面还有包括还要请教台大、政大教授进来做收集，他们当然不是打球底的，可是做资料分析。所以你知道现在其实棒球，其实各位大学生要念什么？可以念统计，统计是最跟这个所谓数据面是最接近的东西啊。各种的东西在大学你就会跑这些回归什么之后，你不要想哦，其实现在我们也有我们现在也有人在这个美国职棒大联盟的大都会也在做情报，也在做这个技术分析的东西。就这其实你不见得一定要真的去打棒球，你才可以参与棒球产业，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提到说，我必须要称赞这个禽收团队，就是说他们都不是专职，你知道吗？就他们可能是中华职棒的记录员，那什么东西啊，大学教授，他们是用他们自己的时间慢慢去做
做，老实说，他们不是专职啊，就基本上当然，所以他的工作以外，他还要再花有专职，也有真的。那有人是当然是付钱的，这段时间当然是给他们应该有的薪水。可是我的意思那跟他原来的工作，如果真的要赚钱的话，那应该就去做原来的工作啊。你说徐乐他搞资讯公司的，他也就是职棒联盟。你陈俊明他是竞技组，他是职棒联盟的，所以有专业。对，当然是有人是他本来工作是比较接近，但有人跟得比较远。那而且你知道，一开始我们台湾在做所谓资料棒球，因为你知道，在美国、日本啊这种大联盟这些每一个球的球数、球种这些资料其实都是公开的，然后你各家的公司可以去做，利用这些最基本的 data， 然后去做各种的分析，用变相下去跑。可是中华职棒其实一开始前几年的时候，他一开始不太愿意把这个东西放出来，他不太愿意放出来，他就觉得说，这个是我的资产，我要做也是我来做，你们这些小公司啊，你们这些人干什么要来赚我的钱啊？就本来就是有这，但是这几年我就说，其实包括像会长，我知道说，其实他蔡英文会长就把妈妈这些放出去，就这些东西就没有什么好，就争这个说这个是你的资产，这个是我的资产。就像这是人家有人说，这是中华队在征召部分，一开始好像有些人不太愿意来，或者过去经验里面，其实打中华队风险很大。你不要记得罗国辉以前的高国辉，就是为了划一个中华队划一个垒包，后来受伤2年，那谁赔那个薪水谁赔他？后来合约谁赔他？所以这个东西在过去来讲，我们确实是有亏欠的。对，国家队很重要，可是你不能说我打了受伤算你自己的。这次比赛里面，球员工会跟联盟这2年来慢慢做，在后勤就是你基本上打球有津贴，出场有出场费，然后呢，我给你各式各样的资源，包括你人的资源、营养师这些资源，然后万一你受伤了，我们的保险怎么付？这些东西我们今年都签好了，当然也是在联盟跟球员工会两边算是良性的互动之下，走得很前面。所以这个我觉得以前你也不要说他们大牌，因为真的过去我们打中华队是有风险，我是简单讲就是有风险。那这个风险真的是我不要讲说中华队有那个风险，王建民。是啊，连2年19胜，大联盟19胜的，就是跑垒，还是例行赛哦。跑垒这个垒，你看多可惜，就是那个跑垒伤到一个休养，那大联盟竞争是什么样，何等的激烈，那个休养当然就会这样的话。有很多人就在讲说，他如果不是因为打那个联盟要跑垒要什么就不会这样。可是他制度就是这个样，他就是要这样。那所以这些当然就有这些风险。刚刚讲大家都要帮运动员要去想到这些，而这所有过程，好，你说像玉米的英文也超好。对，他所有那些过程，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只是单纯看他有没有刺青啊，或怎么样？为什么？因为包括你看他妈妈在介绍他，包括到国外去求学的过程，在家里面都是找家教，然后去补英文啊，所有这些东西，他就这样。我觉得林玉敏这件事情，这个记者，我个人觉得啦。可能是有点白目，还是说是状况外，居然去问这种问题。但你说是不是8+9，甚至他的英文好不好，跟他手上刺青，无非他刺青的部分，凭良心讲，那只是一种气势，他自己每个人对这种艺术的欣赏度不一样。那他刺到这个地方，包含日本的媒体都在讨论他。我只能说，他在场上打球，他有他的自己的气势。那这种东西，我个人认为是表现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想法。至于英文，他妈妈也讲啊，从小就有专人教他，因为希望他喜欢打棒球，可以到大联盟比赛，这是他妈妈说出来的。那依照说这个部分，还说什么吃槟榔啊等等的问题，全部都跑出来。我是干嘛记得记者，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有台的新闻台，他们打从心里站的立场，不要跟我们台湾本土不一样。我是觉得说，是不是有某部分是因为反对而反对，或者是说某部分有时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吗？那台湾是中国一部分，那你这样做的，一直说你台湾好，台湾好，某部分是在打压这个气氛。那依照林玉敏这个情况来讲，我个人认为他的气势表现得真的非常好，而且我只能说，刺青这种东西绝对不一定是8+9，也不一定8+9就会刺青。这种现在在台湾是一种艺术。那在这个部分，我希望啊，在这个媒体上面的这些记者们，你没有知识也要有尝试啊。可是你刚才讲到，凭良心讲，我现在才知道，因为刚刚陈凯讲，连郭俊麟在日本打球这么久，因为他是打西武狮的，这大家都知道。原来他没到东京巨蛋打过，自己说他没打过区域性。你不要讲东京巨蛋，你打过一般球场，跟到东京巨蛋，这个问小平嘛，你参赛，你打那个1000个人的球场，跟如果现场
是那种上万的人在加油的那个，小平差很多吧？差太那个多了绣球手都会软吧？压力不一样，对不对？不，你看你的心理克服到一个程度啊，你刚开始演讲跟打球是一样的，你前面有很多人你会怕。可是到变成球皮以后，心理建设强了以后，没有人不想打。你看这样那个时候就像 NBA 现在的，对，你叫他不要打，他都会跟你讲为什么不是我打，是一定是这样嘛。Curry 如果勇士主场都没有观众，当然不可能嘛。对，他也不想打嘞。是吧？他要人越多越好。其实这种东西应该是说，好比政治人物刚开始上台讲话，可能场地只有10-20个人，越来越多人等等，300、500、1000、2000。其实某部分打过小联盟或者打过小球场，到大巨蛋去打，第一次通常会紧张，这是每个人的心理反应啊。那像这个部分讲回来，我是觉得不管你打到过什么样的一个场合，今天上场这些年轻人，说真的，我从小就是打棒球，我是3垒手跟捕手，后来是被抓去打巧固球，然后又抓去打手球。那整个比赛起来，感觉棒球国球从我们从小半夜不睡觉，爬起来看到想睡觉在度孤的时候，打又醒过来。到后来到张志佳那时候是奥运嘛，奥运知道中华路两边的电器行，经过那个电视墙里面有很多电视，大家都站在门口看。到后来的林洋配那是万人空巷，金牌战的第2站的这一个金牌战，到那一天晚上第1局、第2局其实0-0，那我也走出去 7 去买个东西透透气。一看整个街道，我经过民权东路，只有1台车经过而已，都没有人，万人空巷。对，而且走在旁边，很多车子在旁边，路灯那个刹车灯响了，然后拿着手机在看的。那突然间一支安打，你看听到那个像，突然间一支安打，就全部起来。真的到了第5局以后，大家都点，打的安打也没有讲。所以在这个国球棒球是圆的，也要讲到说，刚才补充一下，情资搜查那一天，我不知道跟哪个朋友聊天。他说他跟他一个对男女朋友在球场看球，他男朋友就是业余做情资收集的，那也今年还要不知道飞到哪一个国家去，结果去收集的时候，他跟他女朋友讲良好意外，下一球一定投什么球，还真的投那个球，他们情资真的有一部分，所以我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整个棒球场每个人都是英雄，真正的灵魂人物其实捕手是首当其冲的一个灵魂人物，所有的资料、所有的情资、球怎么下、怎么打，这一场会输会赢，几乎捕手占了蛮大部分的一个角色。所以我告诉大家，情收，我现在比较担心的啦，预算到现在没有过，明年啦，不晓得会不会卡到这个情资的预算，因为连续性预算还是说单年度预算，这个部分我比较担心的。会过来，会过最好是会。这请问一下，这次回来其实大家觉得过程，但是有一小段，就是昨天回来的时候啊，回来之后在机场，好，国内有几个免税店，这家叫彩萌啊，彩萌的董事长，对。彩萌的董事长带着大家去那段到底是要干什么？被大家给骂翻了。不是你要蹭，你要什么，也不要在那个时候，因为主角毕竟是所有的职棒的这些棒球队员的队员、教练，甚或你讲说会长啦，或者说这几个会长，大家一起帮忙，不就应该这样吗？其实昨天凸显了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国安问题，那个有副总统在问题，对啊。第2个是我们机场管制的问题、动线的问题。那这个所谓的彩萌董事长古树群，我凭良心讲，他就是蹭。那蹭以外，他无非是要打响他们的知名度，甚至于前面的布条都喊他自己的人拉。你不要以为只有那3个人站C位跟副总统聊拍照，那萧美琴昨天还是变成这样子斜边的跟他拍。这个国安这些安全人员，你们到底在干什么？第2个，这个古树群真的是有备而来，他不是只有3个人哦。后面穿黄衣服的2-3个，包含前面在跪在拉布条，最起码7-8个，拜托真嘛帮忙，真的是丢脸丢到国际上去了。来，一善刚刚补什么？补玉米那件事啦，因为他是响尾蛇3A，他很有机会今年这样表现那么好的情况下会上大联盟。响尾蛇3A 在大联盟的习惯，他嚼的不是槟榔啦，
那叫烟烟草。草，因为如果你看过大联盟比赛，你就看到他们投手很多投手会吞那个烟草，然后常常会去吐，就直接吐到草地上面。这是他们美国棒球的一个文化。包含他手臂上的刺青，如果你看过大联盟，你就知道很多的强投都有刺青。为什么？他们觉得手臂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所以他们刺那个青是一个神圣的保护，是一个神圣神体护身，然后他可以投出更强的球。这个是一种文化，而且他现在要进入所谓大联盟比赛的时候，所以你不懂，你不要乱问，说什么台湾的槟榔那叫做烟草，而刺青代表美国棒球文化非常重要一个文化，你必须去认同它。日本没有卖槟榔。我想日本没有卖槟榔。当然我知道，像刺青这些，不管你个人的喜好与否，但是对于他那觉得他自己有那样的一些的信仰或什么，我觉得就每个人是不同的一些的状况。可是你如果一路过来，陈凯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帮有人问一下。小可爱张坤宇，那场前面有一场3分打是他打的，对不对？对。结果后来他打完3分打以后，他被球砸到。请问一下，你觉得他那个被球砸到是真的失头吗？这个我没有办法帮他们在提说，因为全垒当然很多人会觉得传统上来讲，好像上一个打击全垒打之后，下一个打席。我可能是一种分，但是我一直觉得这是台湾职棒的一个，或者说全世界棒球其实都有这种系列，就是所谓的报复。那这是棒球，其实是一个我要说的是，棒球是一个很传统的游戏。从最简单说，棒球是一个没有时间的。你看现在大部分的运动比赛都是看到时间的，篮球打40分钟，足球踢90分钟，对不对？现在不看时间，只看局数的，大概只剩下排球、网球跟棒球，没有几个运动，大部分都看时间，因为现在大家时间都忙。棒球是很传统的运动，所以传统上来讲，棒球是非常非常少数，棒球是由防守方拿球进攻的，防守方拿球，主动拿球，因为其他运动是进攻方进攻嘛，持球才能得。没有，棒球是投手先拿球，我投手主动丢给你，你才有球打。这是棒球在这种传统游戏里面，它跟其他运动是很不一样、很特殊的地方。因为我忘了那场比赛是对哪一队？那场比赛他最后好像是对美国吧？是美国。对，为什么？因为美国大联盟一直都有很多潜规则嘛，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你如果大比分的时候，如果赢大比分的时候，你不要去盗垒，然后或是。因为我为什么这样？因为有很多人，连张坤宇他的表情你看得出来，他都有一点生气的那个感觉。因为他打了3分打，然后他把3分打回来以后，然后我们好像有投一个出生球，下一个他上来以后他就被砸。美国大联盟还有一个啊，就是你如果 K 我一个人，我下一个上去我也 K 你一个人，就告诉你不要再动我的人。你如果 K 我一个人，我下一个上去我也 K 你一个人，就告诉你不要再动我的人。不是，可是我们这不是在打的就是再来就板凳清空。对，为什么大联盟常会板凳清空的原因是这个嘛？但是我想说，那对张坤宇他一定，所以因为我会问这个，是因为有很多人问说，那球是不是故意要砸他的那种感觉？也有可能，也有机会啊。因为这个我们没有办法问到，因为我们赛后去问都是说没有。那你现场那种感觉，老实说，以那场比赛打的气氛来说，我自己不觉得美国，因为他们平常也不认识我们，平常也不认识，他叫这样做我们知道。但这次其实美国其实蛮帮我们，说实话，你想比较愿意。当然，但是就是美国帮大嘛，而且我跟你讲，每一场比赛。就美国对委内瑞拉讲，各位有没有觉得那个心情起伏最大？对啊，一开始因为照赛制的话，美国要赢9分以上嘛，就是美国晋级嘛。然后美国只要赢，但是赢9分以内，那是我们晋级。对。如果委内瑞拉赢的话，我们除非赢日本还要赢得够多，要不然我们也没办法晋级。所以最好的就是美国赢9分以内。对，你知道那场的心情起伏，美国打5-0以后。美国一开始打赢太好了，美国太好了，再打到5分以后，那心情突然觉得不对了。你节制一点，看怎么不要赢太多，这样可以了。等到委内瑞拉再打了，也是个全垒打，轰了以后，那时候心情又觉得美国醒醒，麻烦你再多打几分。你知道那个人生怎么会觉得莫名其妙？我怎么会跟着美国跟委内瑞拉跑成这个样子？你根本就没有立场，没有原则。我不需要有立场原则啊，我的大原则就是我们要赢啊。全运预赛我们在打中澳的时候，我们在打澳洲的时候，全部人在看什么？古巴那一场，对啊，因为那也是决定我们要不要古巴对日本嘛，对嘛？结果到最后，你看那个台澳那一场第8局播的是那个大荧幕是播另外一场，就看这边很爽。
心掉在那一边，这边也很爽，对不对？是不是？对不对？那场我当然有原则啊，我的原则就是我们要赢啊。那这2队我不管，我的心情可以随时变化，我可以随时起伏。可是你看到这支球员表现真的太精彩，这个过程。可是刚才有特别提到几个人，譬如说，我觉得这次也打破了很多的一个过去的过程。大家以前都觉得总教练一定是要威震八方，能够压得住所有的人的，然后那个人才能当总教练。平常讲，龙猫这次刚被选上当总教练的过程，一定也听到有一些的杂音，对不对？大家也听过。可是他毕竟他也是当过职棒总教练，但不管怎么说，我这样讲好了。如果要在以前，会不会有一些真的就是也是大佬级的，他当总教练，那我为什么要当？譬如说投手教练，牛棚教练，以王建民。以他来讲的话，他绝对在全世界各方面一定都有。但是龙猫当总教练，没有一个人去说他凭什么或什么这些。那但是你说包括王建民这样的神一般的，他就是当牛棚教练。我讲恰恰他就是当打击教练的东西。他因为棒协支持他，谁当总教练有很多派系，篮球也一样，棒球也一样。所以你知道那个定于一尊，那个是很尤其。我跟你讲，棒球跟篮球，台湾2大国球哈，你不是明星球员出身当总教练。总是没那么厉害，这个是很重要的，总是会被人家在讨论，是这样。但这龙猫就告诉你说，对，就是这样，我可以一路带着这样，不就是这样吗？我跟大家讲哦，这一次的教练团呢，居功厥伟，因为第一就是不会变魔术嘛，第二就是说他带队的方式其实是非常科学化的。刚刚前面谈勤收，光是勤收来，如果教练团都不用，那也没用哦。你要愿意去用这个，而且我看到这个在。打球的过程当中啊，有些人开始讨论说，哇，这个国家队总教练怎么之前是带2军的？没有，其实龙猫他以前也有带过职棒1军的经验。是啊，更重要的是，就是因为他不是身兼另外一个职棒的1军，所以他有更多时间放在国家队上，这个很重要。日本、美国的国家队总教练是叫专职的，他就是这份工作是他主要工作，可是。这一次我们是走出的所谓的大牌迷思，我就说啊，龙猫他是专职的类似专职的总教练的时候，他可以去国外看选手，他可以去美国看我们这些在美国小联盟打拼的选手，去看他的状况，他可以非常专注的去选训，因为这次名单选出来之后，坦白说，甚至很多球迷都不看好，很多球迷都酸说什么1.5军啊，然后说不知道为什么教练团这样选，但是。教练团这样选有他的原因，也就是说他看了他的近况，他真的有去看这个球员的状况。那第二就是，你看这教练团的组成的平均年龄非常年轻，平均年龄才40几岁，42，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教练团。那代表什么？他对于这些球员来说，其实就是像学长，不是，但是不是那种老学长，就是上一个世代的学长。而且你去看他那个教练团名单摊开来，豪华阵容，打击教练恰恰彭政闵。然后呢，这个高国威，然后投手教练这是这个狮队的丙总嘛，林岳平，再加上王建民，这些名单教练的名单，如果好像也可以一队出来打，对，是可以打，也不错哦。但是他们以这样过去的这样好的资历，在带这些选手的时候，我觉得带出了那个精神力是非常不一样。尤其是你看这些教练团的成员。其实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未完成的国家队的梦。他们过去当国手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一般讲说虽败犹荣啦。尤其是11年以前那一场，恰恰守一垒，然后王建民，然后前面先发到最后那一球，所有人心都悬着那一球。我还是回到那句话，王子复仇11年不晚。这今年总算让大家看到的，我觉得对恰恰跟王建民一定特别有感触啊。对，那我想也是他们带的球员时期的那个时候的感触。所以你看这一次对于所有选手的定位，其实教练团是给每一个选手都有明确的定位。然后这个投手教练也不会去偷局数，对不对？过去国际赛坏习惯，多偷一局就那一局就被打了。然后呢，你看打击教练他是放给球员发挥。你说恰巧会说啊，不然这样子啊，那你第3棒陈杰宪你点一下好了，像1、2垒有人，你触及，然后让他们跑到2、3垒，就不会再下这种奇怪战术。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教练团是整个的年轻化，而且有好的结果。所以希望未来啦，然后不管政府或企业多多支持
把这个国家队的选训能够常态化，常态化，然后呢，甚至说未来我们学美国、学日本，把这国家队的教练团专职化的时候，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好的。我不知道接下来我们的500块钱会不会像现在大家在讨论的500块钱，就是用这支中华队的冠军队，因为义夫那个是卑南嘛，对不对？对，他是台东的，南王国小的，对嘛？那现在会不会因为大家在讨论500块钱那个要不要改版，要做这些，那总是一个历史的一刻 ，OK？ 但是再来的电影台，我不知道会不会有2部电影会一直不断的被放。Canon 是一部 ，OK， 那个是从当初，然后我们的家董一路打，好，那是一部。还有一部，你现在从这次中华队的组成，你真的回头去看，你会相信布莱德彼特演的那部《魔球》，你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选了。他把阵中莫名其妙的那些大牌啦，或者什么什么，有没有？就直接走到，还有人是准备要上场的时候。那他就直接过去跟他讲说：“你不用了，你已经转到哪一队了。”但他找的是所有那个时候他们觉得，然后找的时候，连球团董事会都说：“你找这些人要干什么？”他说：“从数字来看，你不要看没有每一个人没有这么显赫，但他觉得这支球队是最能够打冠军的一支球队。棒球就是一个团队的一个运动，棒球就在这一次让大家知道，能团结台湾的，大概棒球是最能够团结台湾一下。好，如果除了这个以外。”一直到现在被大家在过程当中，当然英雄崇拜是一定会有的，你知道，陈杰宪，好，陈杰宪太多了吧？这次4个奖项是他的，对，然后他中间有过程当中虏获了多少，包括拿了奖牌以后，当场大叫找他太太的那一幕，到处找他太太，连回来到机场还在找他太太，然后宠妻的那一幕，包括抱小孩那一幕，林家正富那个更不要讲了，所有那些，但是他每一个人的背后有多少，包括张毅。今天你看到有一则新闻说，日职有球团开始接触，问看，对不对？日职有球团开始接触问张毅，然后甚或他们有人讲说，这当初为什么这个人会把他放掉？你们到底你们球团那些球皮，那就是你们那些球探到底是怎么看的？你们怎么会把这个人给放掉？好，我们就来看，如果真的这样讲起来的话，一中像张毅，他本来不是投手的，对。张毅的路你现在看到张毅非常的光荣他现在是他世界棒球12强办过3次啦。那张毅参加过2019年跟这一次，那2次拿下来是5胜0败。重点是最可怕是什么？你知道，投了21局，21又2/3局，他的防御率0，防御率0，没有失分过。所以你知道他这一次在上场的时候，那个球迷就说他是国际章，为什么？因为他上一次的表现就是真的是完美的0，对，拿了2胜，然后这一次拿了完美的3胜，对，所以张毅看起来非常的威风八面，对不对？连日职现在都说要找回来，对啊，这样为什么会放回来？其实他走了一段非常辛苦的过程。你现在看他威风八面，他其实一开始他根本不是投手，他其实是打击者。然后他呢，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表哥叫做杨代刚，大家都知道杨代刚很有名。然后他那时候小时候就是很想要打棒球，那就是然后想要循着他表哥这条路，所以后来表哥就帮他牵线，所以他高中的时候就在日本开始念。可是呢，因为你知道一个小年轻人，然后就是孤零零的就人在那边，然后日本那种训练又是非常机械式。他本来以为说我想要快乐打球，像我表哥一样快乐打球。那后来可是，在关在那个日本那个宿舍里面的时候，他说他一度想要逃回台湾，他就半夜流泪说：“我究竟为什么要在这里？为什么要把自己搞那么痛苦？”可他说他那时候梦到他以前走的阿公，阿公跟他讲说。对，梦里面有个动作，就是阿公挥棒的动作，他就是激励了他，所以他就没有，他就是继续忍在那边。那除了这个，我还要再补充一个，因为我们刚才是讲到陈杰宪的这个手势嘛，这个人家讲过台湾。其实还有一个，如果观众有看那个比赛，就是看到说，为什么会出现一个骰子啦？每一次拿分的时候，西巴拉就拿出来，就这一颗啦。那也觉得丘吉斯都觉得短那么西巴拉在那个东京巨蛋，这里也是个感人的故事。这是郭俊麟嘛，我们的投手。那其实郭俊麟呢，他在中华职棒被认为就是说是骰子型选手，就是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跟他洗把刀啊。然后他有个铁粉，有个10年的铁粉，这一次就专程坐飞机到了日本，他说花了48小时到了日本，要把这一颗洗把刀啊送给郭俊麟，就是跟他讲说你可以，而且那很妙，通常骰子不是6是其中1、2、3、4、5、6，那个球迷给他做，他说你的骰子是5跟6，其中有2个6，其他都是5，就是说。鼓励他说：“你可以的，10年的铁粉。”
就更好笑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那个休息室的那些工作人员啊，后来把那些5啊全部都贴成6，所以6面都是6。然后每一次我们台湾表现好的时候，去把它贴这个。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小粉丝的对他欣赏的选手的一个期许以外，最后也那个凝聚了士气。整个休息室里面，台湾队休息室里面就觉得就是说这种，所以我觉得最后我们来讲一件事，为什么这些小兵可以立大功？我觉得就是团结、信念、彼此的相信。所以我觉得最后我们来讲一件事，为什么这些小兵可以立大功？我觉得就是团结、信念、彼此的相信。比如说选手下来的时候啊，可能手不能开的时候，旁边林玉明，对吧？人家不是手不能亏吗？对，那时候帮你亏。对。就这些小小的动作，你可以感觉到他们这一次的气氛极好。但这种气氛极好，我拍摄工，你知道以前我们看棒球，一直我是按照看棒球，我是看那个中华职棒元年开戏，那时候还小学。看这，你刚才看到啦啦队啊，大家气氛就好对。看这看棒球是无啦啦。没有啦啦队了，哪有啦啦队？迄早你讲对啊，迄种组头咧食便当，迄便当翘卡你食，食了以后啊，拍不好啊，迄便当后把就拼落去，然后那个矿泉水拼落去，对啊，还有椅子，外有那个椅子拔起来都丢啊，一直丢啊。以前打球打到一半要按暂停，不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要捡垃圾。对，你知道以前那个气氛是这么差，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就是不但是欢乐，而且团结，而且这种泪水，我觉得这些所有的这些天时地利人和的这个向心力，最后才能凝聚出这一支 Team Taiwan。你知道张毅在这次去打球的过程，因为他太太是日本人，对，然后还在日本，他的家人都在日本，对，他在国内，他在打这场，他希望有这张机票能够前进东京，一方面他希望能够打冠军，他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能够回去看他的太太，看他的家人。你可以想象，从当初被职棒被习武那些战力外释出以后，那个落寞的情绪的感觉，但是靠自己打出了这样的一片天。OK， 张毅哥，我觉得这次有太多能够让你觉得振奋人心的一些的故事。对，陈凯好了，大家讲家政妇虏获了多少人心？一个是林家正，还有一个凭良心讲，你说好，譬如说杰宪，好杰宪那个过程当中，他是从小他爸爸，对啊，他爸爸就是棒球教练带着，可是严父尤其又当教练，有很多时候这真的很难拿捏这一块啊。对啊，小朋友其实他小时候就是跟爸爸跟着球，他本来也没有一开始也没进来，但是因为反正爸爸说啊，你那么爱动那么好动就来，就跟小猴子一样在学校跑来跑去。陈杰宪其实从小个子就小，然后是很灵活，可是其实我们对少棒球我们少棒都看个子大，从小都是一样。是啊，我们看都是个子大，个子大一定打第4棒当投手。对，那个子小说啊，你很灵活 OK， 但是你就是打着让他去打，然后国中的时候，那他爸就说，那你其实在国内这样子，如果可以的话，你要不要去日本练？他爸爸也叫他推他去日本，他去日本不是像张毅是去福冈第一高，福冈是大城市，就是说那个福冈也是棒球名校。那个陈杰宪去的那个冈山共生高，其实不是棒球名校，不是那么有名。然后冈山县在日本里面也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县，然后那个地方呢，在能见市就是一个在山里面的一个小城市，在所在地方，冬天要下雪，然后你其实要训练，其实是很辛苦的。我跟你说，就跟台湾的孩子去那边，你看16岁就去，然后呢剃个光头就算了，然后其实语言不通，文化不通，冬天又很冷，其实你说3年下来，你说。但是我就觉得这都是后来的养分，就那个时候那一次去，然后这3年好像感觉是没有成绩就回来，然后打台电，回来台湾到台电去先守外野，回到叫统一把他培养成游击手，后来觉得他手背率不够高，又把他丢去外野，就是他的人生其实前面有很多的起伏，就是虽然到统一师当游击手最佳10人，然后。一直想有人找他，就是教练团一直想找人取代他，就是说还是不够稳，那你是不是再稳一点，再让他去养还是不行，就去外野要给他守中外野。但现在你就看到他是真的有外野的条件好，就是他其实人生就算棒球过程也是有很多起伏。然后173公分，老实说，他跟我们过去所谓的强棒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林志胜，强棒一定汉超要非常好，甚至张泰山的打击的那种基本的协调性，其实从他在选进职棒的时候，他就不认为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强打者，他是一个
上垒率很高，安打不错，可是不是被大家认为是养成一个巨炮型的打者。但是现代棒球其实我们就说，其实你在我觉得这几年来讲，我们对于选手的个人的身体组成跟分析，所谓运科的条件，好，现在我们知道有黑山羊，大家球员自己会去聘防护员，然后每年冬训，其实现在是冬训的时间，球季结束大家是要冬训的，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练好了，然后其实总教练到最后开季春训的时候，你就不要练个人，就练团队。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另外一个选手林家正也是另外一个体节，就是说他自己第一个他是捕手，然后要愿意去美国念高中，对，然后他讲了很重要一件事情，他说他在念亚利桑那州大的时候，他们学校一个大学亚利桑那州大是出了117个大联盟球员学校 ，Barry Bonds 大家知道吧？Barry Bonds 他学长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名传校，可是这个学校一个星期团队练习，绝对团队6个小时，一个星期6小时，不是一天6小时哦，一个星期只有6个小时，那怎么练？对。其他你要自己掌握时间呐，你要做重量训练，你要做手长防护，你自己去练呐。所以林家正在美国的时候，他就把他这套，就是一方面，我觉得他是所谓的学生运动员很好的典范。他不只是会打棒球，他告诉你说，美国人是告诉你说，我亚利桑那一个礼拜只练6个小时团练，其他时间你这样，你要上课，你要修学分，你每个人课程不一样。因为我有看他媒体上他的一些那个访问，当然是英文的访问。对，他在里面有讲，因为过程当中有好几支球队曾经有给他 offer， 但是他不要。他说，第一个他还要读书，他觉得他要继续读。第二个当然了，就是你如果要是能够有再往下，也许你的包括被选秀的那个排次越好的话，也许你的签约金会更高或什么。意思就是他觉得他自己还要再练，所以他的过程是自己这样培养一路往上。我觉得他就是很有想法，然后就像讲他被选了3次，他不是被选，像中华职棒选1次赶快上。我们中华这是好多人，像那个什么庄心燕，像那个陈柏青啊，像张振宇啊，都是落选过的。第一次还没选上，没有人要选他，然后再把他第2次才选进来，怎么样？那个陈柏青故事我等一下讲。那他是被选了，他不是落选，他是选了3次，第3次还愿意上，因为第一次他高中毕业，他觉得他自己还没准备好，然后所以他要念亚利桑那州大，给他奖学金。然后第2次他才大2，他觉得大2的时候，他那年他的选秀的那个顺位第19，他觉得第19轮他觉得不够高，然后最后一年他选到第14轮，就要前进一点，12万5千签约金去。但是你看到这个孩子，就是说他其实一路成长过程当中，他是一方面把自己的球技打好，然后把自己的人格跟他的这个学业也培养好。我觉得这件事是很不容易，因为他一直提到说他在美国的时候，每天早上练球，中午休息，晚上还要补家教，还要补功课，还要写报告。他这件事情是2件事情是并行不悖的，所以你看他出来那个讲话气质，谈吐真的不一样。你有没有觉得他真的是就是说以前我们觉得台湾棒球选手可能就讲话的喊板白恭维啊，英文更不要讲了，然后走下去都不太会面对。可是他不是，他从小就出去，然后就说我怎么样去面对媒体，然后我自己是有这个是我们认为现代的运动员，所谓学生运动员应该像这样。最主要是因为他有一张古代的皇帝脸，这是要选一定要选他，因为表示王对面对球赛来讲不只是，所以为什么他叫配球皇帝？是有道理的。那个配球你会发现他蹲捕的时候，那就整个觉得整个大局指挥落地那个感觉，那个是必须要，因为建议讲说，如果蹲过捕手的话，你就知道那个过程所有的一些的感觉。那个练不出来，那是天分。那个会有天分。那叫做那个比赛的解读能力，那叫球感。那个位置就等于是控球员的1号，就篮球1号，那天生的，练不出来。就像那个可以练2号，就像那个 carry 1号练不出来，射手可以练啊。所以你的3分球是练的还是天生的？绝大70%是天分。没有，我觉得你是练的。对，你是为了投篮某种原因练的。投篮一定是天分那防守是可以练的。可现在篮球1号要会控球，要有球感，要有解读能力，还有2号投篮叫双能卫，潮流都在变了。OK， 那请问一下，现场3位台北市议员，很简单问我一下，蒋万安那个道歉表到底是怎么回事？阿明要不要简单讲一下？就是蹭到马腿上了嘛。为什么？道歉表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因为大家网络上有一句话说，棒球迷是台湾最没同理心的一群人。就意思是说，棒球迷平常在网络上讲话嘴巴很利，批评起来这是不留情面的。所以有的时候呢，看到说这个球员真的打出好表现的时候，就有很多球迷会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以前骂过他。我心里其实支持他那个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嘛，但是他表现那么好，不好意思，写一个道歉表，跟这个球员道个歉。所以这个道歉表是要向支持的球员、支持的球队道歉的，说不好意思，以前我曾经酸过你。蒋万安呢，他手上拿的那一张呢，他是写说要跟日本队来道歉。首先第一个，这个梗呢，他完全弄反了，因为他不可能支持日本队的嘛，他是支持我们的嘛。如果他这个道歉表呢，上面写说曾经不看好，曾经不相信，但是蒋万安要跟现在拿金牌的道歉，那就漂亮。但是他完全写反了，他说不好意思跟日本道歉我们赢了你。
这个东西哈就没有风度了，因为毕竟是我们赢。那人家已经输球，也很日本也很诚心祝福我们嘛，甚至还要让我们在东京巨蛋开香槟嘛。那你一个首都市长突然说，日本对不起啊，我们赢了你啊。才谁啊？这个就是蹭错了，蹭坏了。你要不要？其实哦，蒋万安是算会运动，他不是专业运动员哈。他喜欢运动，他将会那一场他得分得很多哈。然后呢，那这一场呢，因为你要给奖金，那就有一定层次的政治层面。那第一个你要去调查这些球员里面28个有没有台北市级的。中华台北没有台北市民，没有，花莲就10几个，那高雄有3个，随便蒙都没蒙到。第二，28个里面是28-0，对不对？对吧？因为没有台北市民。那如果有1个2个的话，你给他的话，其他26个怎么办？这第2个层次。第3个，你给什么？给70万嘛，哈，看起来。然后今天，那你有没有跟体育你那个钱方面跟法务那个商量一下？然后也要跟这个体育局局长问他的意见。那体育局长可能懂体育，他来问我们这些运动员出身的老议员，我们就懂政治了。你知道，但是个经验是无价的。体育局局长问他的意见，那体育局长可能懂体育。他来问我们这些运动员出身的老议员，我们就懂政治了。你知道，但是个经验是无价的。不，他做出这样子，经验真的是无价。所以他应该要先请教。也不一定李富忠也懂篮球啊，就你几个老手，那也有人会打棒球的。我们议员里面也有人会打棒球的。有啊，他会打棒球。对，像洪建义来不分党派，洪建义、李富忠、朱晓明来了，拜托来市长室坐一下，喝个茶。你看这样给钱好不好？那局长几个都在。做出来决策就不一样。他连几个人都没调查，他预算他不知道目前在哪里，他不知道留多少。这个也就算了，那个北捷2年那个更好笑。不是，我觉得我刚刚3公斤讲的这个才是蹭，我没有意见。蹭你那28-0没有台北市，后来又找了一个借口，曾经在这边读过小学、中学、大学出身的，我们都有，这都有一个所谓的一个爱屋及乌的一个表现。那我也没有意见。重点是在捷运的2年。我跟各位讲，这些体育人，这些运动选手，他其实1个月搞不好做不到2次，每一次花40块，就80块，1年可能不到1万块。那你给他2年是什么意思？好歹台中人家给是给终身吧？对啊，一辈子不要嘛。就像以前说，你把那个捷运卡弄成金的价值个20-30万台币，发28个就好了。对啊。还有一个问题，对不对？悠游卡公司现在已经上市贵了。价值的东西呢，就是要有一定的价值。或者是说弄一个小金牌，弄起来也个20万，打给28个人，没这个钱，谁会砍这个预算？你要去跟蒋万安讲，不要蹭到这个情况。第一个2年的悠游卡免费，第二个你连台北市涉及的1个都没有啊！我讲一句实的啦。第3个，你这个预算要给，或者用你的特支费给，对了，那要包红包给28个或36个或42个相关有功人员，我们都不会有意见。挪用一下软体的体育局的那个钱，我们也会给他啦。真的是体育局的功课做得太差了。我真的觉得以蒋市长的高度啊，因为我们自己很爱棒球，我知道这是大家很开心，可是对我们最关心的是说未来台湾棒球发展怎么走。那我真的觉得说，我们现在台湾棒球发展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其实没有足够的场地，足够的场地。我再讲一次，足够的场地，好，尤其是像台北市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我们要去打河滨。那河滨你知道，河滨不是不好，河滨连厕所都不能盖。河滨因为水高山地，它不能用厕所，因为那个环境很差。我其实真的是觉得说，如果是以讲上那种高度的话，他应该想看说，我们未来是不是这样有想要打棒球的孩子？你先不要说别的，台北市内的学校、高中，你可不可以每一所都让他成立棒球队？我觉得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够了。然后你棒球队，你说你棒球队教练，我可以帮你支援吧。然后呢，你没有要练球，我派台北市的公车去接你去练球嘛。可以帮我启动成金国旗嘛？对嘛？就是顺便记录一下他是阿公嘛。市长是有很多方式，对，市长有很多方式去推广棒球。上金国，不要说什么大巨蛋，光大巨蛋职棒的最好的一个场地，明年只有20几场比赛而已啊！这件事情就已经被大家骂得要死。你盖那个大巨蛋是为了打棒球，不是办演唱会的呢？我觉得蒋万安如果宣布说他立志修好大巨蛋的漏水，得到的掌声还会更大。到现在这个漏水
还没解决吗？还没解决，因为停工4年了，现在补不起来。没有，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大巨蛋，但是你们有没有想到一件？台北市有城市棒球队啊，对，还有新复发。城市棒球队在台北市每年花了那么多钱所做的成绩，你蒋万安关心过吗？他们所有居住练场的天母棒球场旁边那些环境真的适合吗？蒋万安，你要趁把你的基本功先做好了。对，不过真的如果是台湾所有的学校有这样的一些球队，像日本来讲，日本所有的高中生那个甲子园对他们来说是一辈子的梦想。那你想想看吧，几千支球队里面慢慢往上去塞，往上去塞出来的应该是。练铁炼钢，像这样一些球队，这个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未来大家都希望朝向走。我们有黑豹旗，我们有相关一些这一次的冠军，我相信对未来来讲也算是打了一个强心针。刚才来宾也有讲，客观的讲，日本、韩国还是有他们的实力在。那对我们来说，你不要寄望以后我们每一场都一定会赢，我们希望能赢，但不代表你一定会赢。只有强化自己，包括这一次所有的一些经验，希望能够让在未来开花结果，让大家看到更好的一些的成绩。但除了这个以外，上空，你知道，当全国在狂热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新闻，譬如说这2天谢荣新闻比较淡，对不对？还有一个新闻，请问一下，陈启玉偷偷的就跑去投案了，那个跑了20几天，然后偷偷他也没有说他这20几天去哪，你告诉我，一个人跑了20几天跑去投案，难道不会问他这几天在干嘛吗？他跟谁接触过吗？他是不是安排好一些事情吗？这一定会问的啊。一定问啊，对不对？怎么可能不问？他说要进监是一定的嘛，你前面你就是有潜逃，就是这个样子，他当然一定羁押进监。可这20几天他到底去哪？他为什么会犯下这么大的一个错？其实有传说他有一段时间是待在高雄嘛，山区嘛，然后呢，前一段时间又出现在桃园夜市嘛。夜市，对啊，还跟一个女密友吃宵夜。其实警方已经知道他在桃园 ，OK，都已经知道了，要抓人晚去了一步。那在这之后，他马上就去投案了，他也知道自己行踪暴露了，他应该也知道了吧？你前面你就是有潜逃，就是这个样子，他当然一定羁押进监。可这20几天他到底去哪？他为什么会犯下这么大的一个错？其实有传说他有一段时间是待在高雄嘛，山区嘛，然后呢，前一段时间又出现在桃园夜市嘛。夜市，对啊，还跟一个女密友吃宵夜。其实警方已经知道他在桃园 ，OK，都已经知道了，要抓人晚去了一步。那在这之后，他马上就去投案了，他也知道自己行踪暴露了，他应该也知道了吧？然后为什么会走上这一条路？当然，你说有周刊里面去报道说他去玩那个地下的运动赌博嘛？地下的运动赌博嘛，就是这个球板啊，球板嘛，就要玩地下的赌博嘛，不是运彩嘛，玩地下赌博，然后赔率高嘛，然后越玩越大，越玩越大。他玩多大？一场多少？一场要1000万。差不多 VIP 的有，他是 VIP 啊，他已经升到 VIP， 他所有的赌博输了5亿了哈，传闻是输了5亿，传闻输了5亿。那我们刚才特别讲地下，你输了5亿，你没有还，那请问你谁找你讨债？那当然一定不会是正常请警方去报警嘛，对啊，一定走的就是地下嘛，顾问管理公司，对嘛，对，有些还不是资产顾问管理公司，直接派人去，所以它就变成这件事情，你被通缉的时候，警方白道在找你，你欠钱没还，黑道在找你嘛，那你就知道。台湾的黑道无所不能，样样都能，尤其是
沿岸那一些要偷渡的人，其实很多，其实都是掌握在他们手上。因为你要出去，大部分都要靠这些人帮忙。那这一些人，因为自己里面小老弟啦或什么呀，常出去啦，什么，所以他们都会掌握一些嘛。当这些都是掌握的时候，你欠我钱，我能让你跑吗？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没办法跑出去，不是因为我们封得非常紧，是因为连那些人都怕黑道的，说不敢带他出去啊。他一开始失踪的时候，黑道跟白道公私协议。其实我不晓得谢律师有没有听过。其实律师界里面就有一直在传，他在找汤阿比照，有传过嘛？有。律师界一开始的时候，他失踪就一直在传这个，他在找汤阿比走嘛。那最后证实他没走嘛，走不掉嘛，因为最关键的就是刚才一直讲的地下，地下这2个字，我们就知道它背后的势力，岂容让你跑掉？不然以后我钱找谁要？我钱要找谁要呢？所以跑了24天没跑出去，他投案那一天是不是就刚好金牌那一天？对，我记得就金牌那一天嘛。所以他的意思说，大家都在很疯很嗨的时候，我记得就是金牌那一天嘛。我记得他投案就金牌那一天嘛。他应该那天跑掉，那天大家都黑道在看棒球，你知道吗？真的吗？这次主投都招了，我们爱国盘。没有，我觉得主投不一定会招楼，但是是我们的运彩要招楼，赔了1.6亿。运彩不会招楼啦，正版的不会。对，底下也不会。因为我一直都不懂，合法的，有人去赌那个地下的。就如果他输多了，赔率比较高啊。可是他输多了，他难道不会跑吗？你也拿不到钱啊！我都不懂那些赌地下到底要干嘛？他们是地下的，通常是信用 credit， 就是1个月结1个礼拜结一次，3天结一次。对，我赢你，你给我；我输你，我给你。有的是用现金嘛？不会啦，不，有的是1个礼拜结一次。大老板在菲律宾啊，期望值啦，地下的期望值高达90以上，赔率比较高，拉到差不多了，让你下注，他赔率又比较高。各位，赌博是不好的，我们要在节目讨论赌博，好不好？最不好是它会影响职棒的正常运作，这个最不好。对啊，那是早期的，那第一代，现在其实都好多了。非法的问题最大是。小平，简单的说，你觉得是有高人指点，他这时候要出来吗？当然是啊，都刚好抓不到，警察会笨成这样子，不抓嘛，而且交代好了，就好像台南市不烧黄伟哲，弄到你金发局长嘛，结果还自杀没死而已啊，工具不够嘛，对不对？好，回到这个就是你到底你要到他断点到那边，要陈启玉不要往上咬嘛，就那么简单。还有今天黑道也不让他走，他欠了5亿嘛，你跑掉人财两失，所以简单讲，白不抓他，黑不让他走。他想不想走？他很想走，他真的走不掉。所以这个案子是当过高雄市的副市长哦，一个是台南市长，往上就是黄伟哲。那这个他是陈局任命他为那个副市长，不是说跟陈局有关系，而是他做过那么大的位置，现在搞这个东西，然后用各种方式，因为他赌博欠了5亿，他必须铤而走险，弄那个假的发票、假的工程，然后故意做工程说啊，我们有疏失，然后赔偿金，那里面抽钱，所以这是一笔烂账。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弄出来的话，我觉得会伤到民进党的威信。来，就简单回应。应该是说，他想要出去也要有条件、有本事、有能力，甚至于经济上是许可。看起来他已经东窗事发，已经盖不住了，才会把事情整个爆发。所以陈启玉他不是不想走，是他没有能力走。OK， 台湾的国球，那这一次呢，让所有的国人振奋，那当然也让所有的台湾人全部都团结在一起。那这个养分往下一路的滋长，那希望在未来大家都能看到好的成绩，但最前提是需要你我共同的支持。非常谢谢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